我也是服了，800起步价的活，把电线搞断了，维修花了400，烧油花了300，剩下100，袋子里面穿了个杆还掉呢。东家有2块地，上面1块，下面1块，他想要用这2块地种田，但是2块地太小了，能种，但是太麻烦，所以今天东家的精神就是把2块地改成1块田。了解其精神之后，我就开着挖机过来了。路过一个鱼塘，看着挖斗有点脏，我顺便洗2下。做挖机就像做人一样，也要干干净净的。这鱼塘的水比较多啊，应该有很多的鱼。等下晚上啊，我给他把水放了。东家进来的路太窄，挖机拖不进来。我从山上绕了一个圈，我是爬山涉水，翻山越岭，终于是来到了要干活的这里。挖机开下来之后，东家跟我说啊，这块日字板还要，我们挖起来就给它堆到边上。这个活干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。首先，我们对于土的吃次进行了一个激烈的讨论。第一种就是把上面高的土挖下来，平铺到下面这块地里面去。但是这样做了，田里面的泥巴就多，后续种田不管是插秧还是耕田，泥巴太多，不怎么好弄。所以最后选择了第二种就是把原先的老沟挖土填了，顺便也给它房子旁边覆个坡，多余的土就转到后面上面的一块地里面去，到时候搞平就可以了。上面的沟填了，那在下面我们又要重新给它挖条排水沟。田里面有根电杆，我们在挖土的时候四周多预留一点土，别到时候预留的地方太少，垮了电杆倒了那就完了。我们就这么一边填土一边给它把坡做好，下面挖条沟，多的土我们就转到后面。沟旁边我们挖的时候就不要和旁边的地挖一样平了，要比旁边的地高一点，这就相当于是一个田埂。种过田的都知道啊，田里面是要放水的，田的四周都需要用田埂给它围起来。按照这个节奏，旁边堆土修的坡拍一拍，地收平，就这么搞过去。像我们开挖机的，经常就会有小朋友带着妈妈过来一起看挖机。小孩子看你的挖机，你千万就不要去看他的妈妈，不然就像我这样一分心把上面的电线给撞断了，最后喊来电工维修，收了400。本身我这就是一个起步价的活，这样一搞，基本上今天就算白搞了。你别说啊，经过这么改了之后还是不错。你看这旁边是东家的房子，现在旁边的土就相当于给它覆了坡，稳固很多。这2块地又变成了1块田，这设计就非常的棒。挖到这后面，我们就把挖机开上来，然后把堆到上面这块地里面的土给它稍微平一下，平完之后继续把底下的土给它转上来，转完了我们又把挖机开下去，就这么来来回回继续把沟给它挖通。挖沟的土同样的我们给它整到上面去，最后再做统一处理。整个沟挖完，2块地就被我们变成了1块田，沟也重新挖了，旁边的田埂也顺便做起来了。现在我们就开到里面去，把外面垮掉的一些田埂都给它修复一下。这田里面种了很多的茶树，我估计东家肯定要，我们挖起来给它丢在边上。这些老田埂上面的杂草都要给它清一清，清理干净，这样重新做的田埂才不会漏水。我们又来到了开头电杆这里，这条沟我们这里直接和它旁边的这条沟接通，它的水就从上面往这边流过来。田埂继续修复过来，拍一拍，搞紧实，搞漂亮。 OK 啊，这样整个田埂一圈我们就修复完了。你看这个效果，精益求精，工匠精神。我们还有一些细节要处理一下，这旁边堆土的地方形成的坡，我们用力的给它拍一拍，使其坡面更加的牢固美观，不容易因为下雨垮下来。降下去的地方底下的土非常的硬，我们用铲斗给它来来回回挖一挖，挖松散，但是不能挖太深，因为是种田的。田全部整好了，当然我们还要修一条路下来，不然割稻机、耕田机拖稻谷的怎么下来？不可能还像以前一样人工挑。修到上面挖条沟，埋管子，这样才能和上面的沟接通，把水引到下面的沟里面去，用于灌溉。
挖好之后，等他们放完管子，我们就肥田。在他们去拖管子的这段时间，我就把上面堆的土收一收，全部清理平整。上面这块地也是乱七八糟啊，东家看我下面搞得这么好，干脆把上面也给它整平了，这样看着舒服些。到时候种点洋芋、土豆、马铃薯。这上面的地方也同样的，一边高一边低。把高的地方挖了之后，就往低的地方填，给它整个收平就可以了。刚收到一半，这边的管子也埋好了，我们就顺便给它肥田了，把路修好。OK 啊，经过我一番操作，这上面这块地也搞平了，旁边这条路也修起来了。今天的活我们就彻底搞完了。搞完之后，你看一下这个变化啊，棒不棒？虽然说今天白搞一趟没有挣到钱，但是东家看我干完的活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我也是非常的高兴。搞完收工，我们下期见。就很棒，今天又是白跑的一趟。